杨紫成是2023年媒体好感度第1的艺人吗？媒体盛赞没有架子，不像艺人，不像闺蜜。媒体同行发布问卷调查，评选2023年媒体好感度最高艺人。经过激烈角逐，杨紫以压倒性票数位居榜首，成为今年媒体好感度最高艺人。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？杨紫的出色表现绝非偶然。凭借她的坚持和努力，她成为90后女艺术家中的佼佼者。首先，杨紫不仅在演艺事业上表现出色，而且还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出色的演技。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，她都能用实力和魅力征服观众，赢得口碑。其次，在媒体眼中，杨紫是一位非常专业、认真、敬业的艺人。与媒体交流时，他总是非常随和，能够对记者畅所欲言，意味深长。他的回答真诚又踏实，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善良。有媒体称杨紫一点也不像艺人，没有架子，聊天就像最好的朋友。说到底，杨紫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他曾说过：“我被雨淋过，所以我总是想为别人撑伞。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善良和温暖。在娱乐圈中，他始终关注弱势群体，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觉得杨紫确实是一位不错的艺术家。能够喜欢杨紫，对于粉丝来说，其实是一件幸事。你同意这个观点吗？杨紫凭借实力和魅力赢得了媒体和观众的认可，成为2023年媒体好感度最高的艺人。她的专业、认真的态度和善良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。地久天长的爱情收视率跌至0.118，明星剧陆续上市，杨紫带剧能力遭质疑。杨紫、范丞丞主演的现代偶像剧《地久天长》刚播出时就达到了巅峰，但此后收视率却一路下滑。最新一集《苦云》收视率直接跌至0.118，粉丝们选择忽略统计数据，直接踢出了平台。但问题是，该剧在其他平台表现不佳，被踢出了收视率前10。不理想的成绩严重挫伤了杨紫骄傲已久的粉丝们的心。杨紫现在已经是90后一线明星了，她有着血腥的体质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无数人的灭亡。这一次新剧的扑街也必然不会例外。对此，有人发现杨紫在每部明星剧中都是热血沸腾的。《惊魂记》沉香龙珠传奇莫格利男孩在电视机前都跌破了0.1。刚刚第3次获得微博女王称号的顶级女艺人杨紫，成为唯一一位3次获得微博女王的艺人。她平时的统计吸引力在娱乐圈中是数1数2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她遇到明星的时候却很弱。而粉丝们则通常自称是大女主，带戏能力一流。这一次，这个能力不得不受到所有人的质疑。而且，与其他青年艺人不同的是，杨紫有着娱乐圈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国民水准。全国人民都是看着她长大的，这样说她一点也不为过。然而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的脸依然无法成为电视机前的无敌武器，甚至连她的基本盘都保不住，这就奇怪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对于大家眼中非常国民的艺人来说，比如孙俪、靳东，他们的脸就是各大电视台的金字招牌，只要被拍到，就会有人购买。尽管杨紫的国民声誉赫赫有名，但她屡次拍摄了如此多的明星剧扑街，难免会让人质疑她的扛剧能力。甚至有人说了一句玄学，说杨紫只能2字发家，3字不行。也就是说，她可以和李现、邓伟、肖战一起红，但一旦搭档变成了景柏然、范丞丞、马天宇，杨紫的当红演员体质就突然不行了。当然，这个玄学只是无聊网友的玩笑，并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能扛得住戏，演员必须依靠其他因素来支撑。说起久违的爱，所用的剪辑和切入点其实非常微妙，也很有创意。该剧采用了双重时空的叙事方式，太空城6人组以18岁和30岁的成员用蒙太奇的方式反复穿插他们的叙述，一方面怀念过去，让大家看到自己轻松的青春岁月，另一方面又承受着作为30岁成年人的压力。
这是整部剧的亮点之一。按照小说的说法，这样拍剧绝对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看得出来导演用了自己的匠心。另外 ，BGM 搭配孙燕姿不仅契合了剧情中女主角对孙燕姿的喜爱，也只是起到了剧情的陪衬作用，这些都是无可挑剔的。问题是整个剧情太平淡，没有什么曲折，这才是真正致命的部分。在很多地方，很多桥段都不是那么光滑自然，看似应该安排在这里，却又刻意安排在这里，同时节奏也太慢了，但它无法给任何人带来任何治愈感。如果放在网络平台上，双倍速度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，但如果放在时间紧迫的黄金时段，显然就不够了。剧情过于平淡，进一步导致杨紫和范丞丞之间缺乏对抗感，两人之间没有火花，观众无法捕捉到两人是绝配的感觉。该剧播出同期 ，CCTV8 播出了热门剧《如果跑步是我的生活》。这部剧别说围攻其他剧了，就连央视一套播出的大疆也都被推倒在的挨打。及情妇、同妻、婆媳、东亚母女于一身的大成剧，一直都是黄金时段的爆款，其他剧当然无法比拟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这部剧是现场表演，所以已经处于劣势。因为我们国家在现代戏剧上一直显得有一个短板。2023年，几部顶级演员主演的现代木偶剧马不停蹄地播出，但都失败了。龚俊、王鹤棣、罗云熙都没有登顶。当代木偶剧本身就很难拍摄，既要满足观众的幻想，又要扎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，这是很难的，因而门槛较高，难以拍出大片。官方针对肖战新剧争议的紧急声明暴露出的问题远超路透社，敬请关注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肖战的剧是网络上最火的一部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只要看“藏海传奇”3个字，就能搜索到相关的演员、导演、编剧、预告、剧情、原创作品介绍。这部剧的设定、演员，从男主到女主，都被网友们议论纷纷。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概念海报和阵容。然而，就在肖战新剧开拍24天后，《藏海传奇》官方就发布紧急声明，称问题远比路透严重。乍一看，这似乎是所有剧组的通病，更何况是热门小生《藏海传奇》了。经纪公司对肖战的热情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，就连肖战每天都是全副武装，一天24次出现在经纪公司的拍摄场景，衣服都不换。肖战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可想而知，他们不能赶走他们，也不能允许他们拍照，甚至连自己穿的衣服都不愿意给他们。不过，正如网友所说，从拍摄开始到现在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路透。剧组从来没有公开过他们的服装，他们所做的事情也远远超出了这些人。回过头看这个声明，表面上看是一个普通的反对代拍、偷拍的声明，但仔细一看，却与那些想博人气的剧组完全不同。很多电视剧都不是路透照片，而是直接在演员脸上拍的，让他们看起来就像剧照。不过，不得不说，频繁的路透确实可以延长一些人气不够高的艺人的曝光度。有些人利用代拍、偷拍、路透社传播机密信息的方式，未经剧组同意，在未经剧组同意的情况下发布重要材料和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照片、视频、音频、公告、情节等。船员的同意，进行非法拍摄、出版。他有认真的中提琴损害了剧组的合法权益，直接影响到整个拍摄和创作过程。尽管一开始就大做文章，一开始就与负面热搜联系在一起，试图利用米粉的影响力来影响舆论，但原著中对王藏海的描写并不多，而且故事的背景也不同。虽然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，但从路透的图表来看，还是有痕迹的。这位官员不得不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。这件事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大家的理解，不像剧组经常遇到的代拍、采访。作为一个观众，他看了3集，甚至卖出了23集，包括章节、剧情、台词等等，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更不用说《银海传说》的投资有多大，郑晓龙在业内的地位有多高，仅此一点就令人无法容忍。
无论是恶意竞争还是其他商业手段，这种卑鄙行为都是可耻的。一部电视剧的背后，不仅有明星的支持，还有数百名幕后人员的努力。一环扣一环，泄露的剧情不仅影响了整个剧组的进度，也影响到了剧组和演员。但如此美妙的场景，如此及时的降雪，路透并没有确定是否会保留在正片中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后悔看路透社了。如果我因为你而忍不住看路透社，只会鼓励更多人给路透社拍照，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身份攻击剧组，造成一定的损害。笔者相信，一个认真拍电视剧的剧组，一群认真拍戏的演员，不会让观众失望。